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刚刚上映的战争新片，它改编自美国前海豹突击队员的真实经历，导演以几乎偏执的态度1:1还原了每一个细节，因此其生死搏杀的场面实在让人感到震撼。2006年11月19日夜晚，在伊拉克拉玛迪市的某一街区内，一个排的海豹突击队正在观看辣舞视频，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放松时刻。因为等下全员都要去执行危险任务。午夜时分，整个队伍被分成2个小组向既定民宅推进，他们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狙击位置，然后将其作为固定的观察哨点。此目的是为了协助海军陆战队的地面巡逻，以便打击伊拉克的反美和反政府组织。然而从表面上看，此次行动非常隐秘，却殊不知他们早已成了敌人的瓮中之鳖。片刻后，小队悄悄摸进一栋民宅，并迅速控制了屋内的所有民众。鉴于这栋建筑一共有2户人家，小队成员直接凿开了他们之间的墙壁。次日清晨，空中侦察机汇报着下面的一举一动，而昨晚的那栋民宅也看起来十分正常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发生了。此时的众人各负其责，等待指令，四周也都提前布控了扩刀地雷。狙击手趴在一张床上观察着1000米之外，他要一动不动地分析每一个人物动态，瞄准镜里的街道一片祥和，也暂时看不出有什么恐怖分子。自从萨达姆的政权倒台以后，伊拉克的社会便出现了构架断裂，权力斗争和宗教矛盾日益激烈，一些武装组织也开始反抗政府和驻地美军。他们利用人体炸弹和割喉等残忍手段，已经给社会和美军造成了极大恐慌。半小时后，侦察机发现有人群在周边快速移动，而这也意味着此处的位置可能暴露了。负责 A 队的上校急忙询问 B 队的情况，原来他们周围也聚集了大量民众。如此巧合绝对不是巧合，显然恐怖分子已经锁定了他们。同一时刻，狙击手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对面街道里的人群正在疏散，看样子是受到了某种指令。这时有个士兵跑过来报告紧急情况，他说外面的广播正在召集所有穆斯林，要求他们必须加入圣战，目标就是躲在房间里的美国人。汇报的军人是政府军的一员，他负责本地翻译和提供线人情报。上校认为对方不会贸然动手，毕竟主力部队的装甲车就在附近巡逻。然而话音刚落，狙击手便警告大家提高警惕。此时瞄准镜中不再有人影晃动，似乎所有人全都躲了起来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房间内突然被丢进了一颗手雷。Oh, fuck. Good night! Oh, 一声炸雷打破房间的沉默，众人赶紧端枪警戒起来。靠近窗户的2名队员受了轻伤，所幸他们都穿着厚厚的防弹背心。这时窗外有人影一晃而过，也就是说这栋民宅已经被人包围，只是分秒的功夫，这里的局势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眼下整个小队必须马上撤离，不然越是拖延越是危险。意识到窗外站满了敌人，上校当即下令引爆外围的扩刀地雷。Full Claymore, Sam. Roger. Fire the hole! Go! 扩刀地雷的攻击范围很大，只要楼顶和房子四周藏有敌人，那么一定会被打击得体无完肤。快速一步来到1楼大厅，上校又布置了撤离计划。此时2户的居民被控制在一个房间内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从表情上看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在等待了几分钟后，装甲车的轰鸣声渐渐传来，众人随即按照计划开始实施。一名队员向外扔出一颗烟雾弹，接着浓烈的白烟迅速掩盖了建筑。随着装甲车抵达至门口，A 队的所有人赶紧跑出了房子。这时接应的车门已经提前打开，周围静悄悄的好像没有敌情。然而下一秒，原来恐怖分子在门口安放了炸弹，这也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。10个人的队伍被当场炸死一个，他的尸体散落一地，其恐怖的场景不禁让人感到胆寒。待到剩下的人从震荡中苏醒，大家纷纷搀扶着撤回了房子。现已只有2名队员受创严重，但好在他们都穿有防护，因此重要的头部和胸部没有受损。令人悲催的是，最后1名伤员在被拖动时卡在了拐角，而这一下直接让他昏了过去。队友见状连忙进屋寻求帮忙，接着2人一边一头把人拖进了房间。可就当大家刚刚平复好情绪，门口又被丢来了几颗手雷。
如此情形让上校不得不呼叫必队支援，不然单靠现在的状况很难走出去。此时的众人都没有闲着，他们要赶紧对伤员进行止血，并注射了用来缓解的吗啡药剂。其中有名伤员的腿部已经断裂，如果小队无法在10分钟内离开，那么这个伤员肯定会死于失血过多。在上校的授意下，通讯兵随即联系了空中支援，只是1秒，头顶便传来了强烈的轰鸣声。所谓的空中支援不过是震慑飞行，这样敌人会迫于压力暂时不敢冲进房间。然而这波操作属于伤敌800自损1000，整个小队被震得全员耳鸣失去听觉，甚至精神都出现了短暂恍惚。与此同时 ，B 小队的人正在慢慢靠近，他们迎着猛烈的攻击向前挪动，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得十分谨慎。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出，街道上除了步履维艰的 B 小队，周围到处都有隐藏的敌人。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，B 小队最终毫发无伤地走进了建筑。他们的步伐匆匆忙忙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这里的战友状态不佳。有人不小心碰到了伤员，接着便是一阵惨叫响彻了房间。B 小队的领导找到上校了解情况，这才发现他的意识已经模糊。上校说自己的脑袋被炸晕了，现在只能委托对方指挥大家。为了突破重围，随后重编的队伍开始清理障碍。2名队员本以为自己的火力够猛，但奈何不怕死的人越来越多，没有办法，只能退回房间，一切还得等待更强的支援。这时领导人安抚大家稍安勿躁，5分钟后军方会派遣2辆装甲车过来，届时相对停靠的车子能形成保护圈，坚实的外壳能阻挡一切攻击。随着一架战斗机从街区上空呼啸而过，接应的装甲车也缓缓抵达了现场。紧接着一部分人冲出去猛烈扫射，剩下的人则抬起伤员准备上车。待到第一批队员全部进到车内，装甲车的火炮又开始创造新的机会。这个方法并不能消灭躲在暗处的敌人，但足以能暂缓敌人的密集火力。这次的撤离没有出现任何伤亡，不过大名鼎鼎的海豹队却吃了败仗。在一阵阵袭来的枪林弹雨中，2个小队最终乘着装甲车离开了。伴随着周围的硝烟逐渐消散，躲在楼里的平民这才茫然走了出来。他们早已习惯这里的连绵战火，能活下来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。至此本片结束。该片从头至尾的对战镜头没有多少，可压抑的氛围却让人感到窒息。战争之所以被称为残酷，那是因为无辜百姓和战士是它的牺牲品。